别躲躲藏藏的，还手！我不是有意要闯入你的巢穴的，我是被逼的。喂，这只叫睚眦兽，是出了名的锱铢必较，看见猎物绝不罢休的，而且它最爱吃的就是脑髓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睚眦兽，没武器吗？给！还手！洪荒之力，睚眦兽睚眦必报。今天如果你饶了他，以后就没有安生日子了。你伤了我，我也伤了你，大家就这样扯平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功力怎么恢复了？小姑，丫头怎么还不上来？看来是进了睚眦兽的肚子里。也好，省得浪费我的粮食。还挺厉害的嘛。哼，我果然没有看错。紫花，你的伤势如何？受了那么多的销魂滴，还好有生肖墨他们为你运功疗伤，再加上我给你炼制的回环丹，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了。这是给花千骨的，他怎么样了？用不着了，
未将他逐去蛮荒。你将他逐去蛮荒？对。子画，你就一点情义都不顾吗？这跟情义无关，这是他自己该承受的。子画，你当真断念绝情至此吗？你知道花千骨他……子画，请你偶尔放下你冷傲的身姿，低头去看一看，在你身边的草木，并非是他们无情，而是你忽视了他们。请回吧。大胆魔头，竟敢擅闯我长留圣地！你们到底把小不点给我藏哪儿去了？审也审了，罚也罚了，立刻把他给我交出来！师兄，千古不是已经被他救走了吗？怎么又跑到这儿来要人啊？孽徒已流放蛮荒，圣君请回吧。你说什么？白子画，我要杀了你！我也是长留的人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。你要杀他们，就先杀了我吧。我再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把小不点给我从蛮荒接出来，否则我就算是违背对他的承诺，我也会血洗长流。师尊，这么晚来有何事？师尊，弟子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别吞吞吐吐，快讲。是。师尊，那日您遣我去劫行殿，我没想到……我要去告诉师尊，定将你碎尸万段。你刚才所言句句属实。师尊，我就是有天大的胆，我也不敢拿这种事开玩笑啊。只是后来，花千骨用摄魂术消去了我那段记忆，直到他被10几根销魂钉钉噬了仙身，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了那些画面。我十分害怕，却又不敢肯定。直到昨天晚上，我终于全部都想起来了，这才敢向师尊您禀报啊。这是非同小可，我以为只是那孽徒爱上了师弟。不会的，一定是子画他身中剧毒，或是一时意志薄弱，受不住那孽徒勾引也未可知。李蒙说他记忆被花千骨用摄魂术抹去，那师弟可能也不记得。但若如今法术失效，李蒙回想起来了，他应该也……师尊，我的意思不是说花千骨和尊上有什么私情，只是……你家中还有什么老小吗？
我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可以放下仇恨，但是我会听你的话，去追求我的所爱，不会再错过了。骨头，等着我，我这就来接你。历代一宿阁阁主在上，我东方玉清今日愿以任何东西作为代价，来换取花千骨出蛮荒的方法。你真愿意以任何东西为代价吗？是的。为了教会有一次迟到了，他根本就不爱，说明他不恨你了。他爱我也好，恨我也罢，我只知道，今天他落得这样的下场，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我已经失去太多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他了。你们只需要告诉我，怎样才能把他带出来？你要先知道代价吗？不用。救他的方法你已经找到了，而交换的代价也写在这古籍的最后一页了。如此也好，骨头。等我，一定要等我。不知道小骨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？恒基寿是否能护他周全？孙相，弟子拜见孙相。孙相。我师父找您有事相谈，还请您随我前往贪婪殿。师兄有话不妨直说。如今花千骨已经被你逐出师门，你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另行收徒之事？我说过，我白子画此生只收一个徒弟。你是长留的掌门，怎么可能不再收入室弟子？绝情殿后继无人，岂不坏了长留的规矩？要是如此，我宁可不做掌门。如果收弟子是做掌门的交换条件的话，那我认为师兄更为合适。到时候掌门弟子也可多多益善。简直胡闹！快叫白子画出来！3天的期限已经到了，赶紧把小不点给我从蛮荒接出来，否则我今天就算是违背了对小不点的承诺，也要荡平长留。花千骨乃我长留弃徒，你根本无权过问。你做不了主，叫白子画出来！哼，好大的口气！掌门师弟岂是你能见的？我长留怎能受你胁迫？哼，魔岩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算是倾尽了整个七杀上下之力，也要把小不点从蛮荒救出来。若是白子画再不出来，我便攻占整个长留，攻占整个天下。我就不信我救不了小不点。你以为你有这个能力？不过仗着七杀殿弟子众多罢了。来，有本事跟我打！哼，你没这个资格。沙千波，你身为圣君，就应该多为七杀着想。
何苦执念于此？为了小小的一个女子就妄动干戈？如果我连我身边最重要的人都保护不了的话，我当这个圣君还有何意义？花千骨仙身被废，经脉被挑，这是天下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。你以为他被流放到蛮荒还有命吗？说不定早就尸骨无存了。我不管。今天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如果他真的死了，我定要你长留8000弟子替他陪葬！白日做梦，想要长留放人，必须先过我这一关。师尊，妖魂魄，你居然修炼了如此的邪术！白子画，你若再不出来，我便要血洗长流了。十一，不齐心见阵。是。看你平日里对小不点还算不错，我暂且饶你一命。白子画，你终于有胆子露面了。杀阡陌，你敢伤我长留弟子，今天我绝不饶你。不是这样，今天呢，就让我来领教圣君的厉害之处吧。不想死的话，就给我让开！我今天要找的人是白子画。你可以小看我，我只不过是想讨教几招而已。师弟，退下。师兄，子画，退下！今天谁也不许插手。好，白子画，放眼天下，唯一能够跟我匹敌的也就是你了。今天，就让我们来做个了断。你竟然受了如此重的伤！好，我今天就算打赢杀了你，也必是胜之不武。我可以饶你一命，但是你伤小不点的那103剑，我必然会一件不落的还给你。住手！你休想拦着我！
我今天一定要替小不点报仇，狠狠地刺他个103个窟窿。就算你杀了他也没有关系，我对白子画的恨要胜过你。可是你每伤他一分，小谷的心就要痛一分。如果被他知道了，他肯定这辈子也无法原谅你，无法原谅他自己。都说长留上仙是一个没有心的人，可是，在小不点的眼里，你却是对他最好的师傅。他尊敬你，仰慕你，他宁愿回来受审，宁愿死，他都不肯跟我走。可是你竟然狠心地将他逐到蛮荒去。如今他已经是废人一个，你这分明是送他去死。如果你还当他是你徒弟的话，就应该立刻把他给我接回来。绝无可能。难道你真的想让他死在蛮荒吗？那么当初，你就应该直接杀了他，何苦让他受这个罪？他是我白子画的徒弟，他没那么容易死。把他送到蛮荒去，对他来说是安全的。如果要他回来，反而成了众矢之的。哼，没想到你还是怕他连累你。你不保护他，自有我来保护。就算全天下的人都与我杀阡陌为敌，又如何？如果你还真当他是你徒弟的话，就应该把他接回来，而不是像我一样失去了最值得珍惜的东西，才来后悔。只要认为是对的东西，又怎么会后悔呢？哼，白子画，世人皆说我杀阡陌是天下最狂傲的人，其实你才是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小不点一样，甘愿被赋予这掌门之位，长留清规。你们对小不点审也审了，罚也罚了，逐也逐了。如果你碍于身份不能把他接回来，那么我就算是拼了命，也会用我的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这世上能决定花千骨生死的人，只有我一个。你，哼，是吗？可惜了，世上不是所有事都得由着你白子画。我已经想到了把他救出蛮荒的方法。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此事，要跟圣君商量一下。好，你尽管说，只要可以把小不点救出来。杀阡陌，我不会让你把他救出来。你以为你这次还能阻止得了吗？白子画，是你自己放弃了最后跟他在一起的机会。你记住，我一定会把小不点从蛮荒给救出来，不管是消除他的记忆也好，禁锢他也罢，我都绝对不会再让他回到你的身边，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了。走。师兄，师兄，子画，没事吧？你说已经找到了救小不点的办法，快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？蛮荒的破绽在于烟云之极，到时蛮荒的穷极之门力量非常薄弱，到那天，只要圣君聚集七杀之力，方可打开突下蛮荒密道的穷极之门。那也就是半个月之后。此办法真的可以救出小不点吗？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好，我就暂且相信你的办法可行。不过，我这边聚集了七杀之力，可小不点那边又有谁能通知他呢？我自有办法，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。你站住！你该不会是看上我们家小不点了吧？圣君，你真的要按照一宿阁阁主的方法去救花千骨？不然呢？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圣君，恕属下直言，一宿君的方法未免太过危险，
这蛮荒乃是世间最艰苦的牢笼，向来都是有进无出，更别提要打开蛮荒秘境的穷极之门。那穷极之门，乃是集天地间污秽之物而成，虽然在烟云和阴郁之时会有所减弱，但人不容小觑，稍有不慎，恐怕会功力散尽而死。哼，你是怕我死在穷极之门？属下不敢，但意外不得不防。圣君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那叫我们如何是好？别废话了，赶紧按照易秀君的方法去准备。如果实在劝不了杀阡陌，看来我只能再用行尸丹了。圣君，属下无论如何不能听从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，因为一个不相干的长流弃徒，担下那么大的风险。我乐意，只要可以救出小不点，别说是我这条命，就是毁了我这张脸，我都不在乎。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好你个单春秋，竟然敢给我服用行尸丹！圣君，手下留情啊！今天非要杀了你，让你疯，好过让你死。疯，我陪你一起疯；死，我也陪你一起死。单春秋，唯命不遵，今日将其逐出七杀，今生今世不得踏入七杀殿半步。护法，你真的要走啊？护法，圣君可是在气头上，他气消了，他一定会收回成命的。请护法以大局为重。这次他真的是要赶我走。他知道，只要我在，就一定会阻止他救花千骨除蛮荒。护法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没有行尸丹了。护法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七杀为那个臭丫头毁于一旦？不，这件事对七杀有风险，我绝不能让他去。旷野天，在看好七杀殿，任何异动，立即向我汇报。属下遵命。护法，你是打算杀东方玉清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如果你想要我的命，你一刀杀了我就是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？
你急什么？我要你的性命有什么用啊？我只不过是拿你来验证一件事情。你在说什么？验证什么？洪荒之力。我在外面那几年，对神器的争端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割派大乱的那一次，是有史以来神器聚集的最齐的一次。只可惜，我就差一点就得手了。哼，你是说你想利用留下交换神器那一次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这重要吗？留下那么爱你，你却利用他，还杀了他！闭嘴！留下不是我杀的，他是自尽而死的。难道你就不该为他的死负一点责任吗？你就不觉得内疚吗？我为什么要内疚啊？是他蠢，他竟然相信了我，爱上我。你别以为你绝情池水留下的伤疤，就会比我贪婪池水留下的伤疤好多少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俩都是长留山的弃徒，都是魔岩和白子画的耻辱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，怎么用你现在的洪荒之力逃出蛮荒吧。哼，只是万万没想到，最后洪荒之力竟然在你这个小丫头身上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当初虚洞之门打开的时候，蛮荒也是各种异象。当时我就怀疑妖神被放出来了，没想到，那以后我就遇见了你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洪荒之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你以为你的伤怎么恢复的这么快？我告诉你，那都是因为你身体里封印着洪荒之力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！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我想你也早就感觉到了吧？怎么会？洪荒之力明明是小月的，难怪我遭此劫难还能保住性命。难道小月将洪荒之力转移到我身上来了吗？你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你的洪荒之力虽然被封印了，但是只要能使出一二，就能带我们打破蛮荒，重回外面。我不会出去的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遭受了连番的惩罚，师父还是非要把我捉到蛮荒来。我不会回去的，我也没有脸回去了。长脸不会要我了，师父也不会要我了。他们那么残酷的对你，难道你真想随了他们的意，一辈子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生存吗？我宁愿待在蛮荒。如果我回去，只会连累大家。如今，小月不是妖神了，师父也已经答应我不会再杀他了。我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。花千骨，你就这点出息啊？人家不要你了，甘心情愿在这受苦啊？我不怕苦。这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，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受这个苦。长留对你不仁，白子画对你不义，这个窝囊气你还真想不声不响的咽了呀？是我自己犯了弥天大错才行，长留惩罚我是应该的。我身负洪荒之力，师父将我逐到蛮荒来，也是应该的。我现在应该做的，就是应该要好好接受惩罚，好好反省。惩罚，反省，笑话！惩罚又能怎么样？反省了又能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靠自己的能力逃出蛮荒，你在这儿活着就是不人不鬼，死了那就是一滩烂泥。是人，是鬼，是烂泥也好，
随你怎么说，我不会离开的，我也不会帮你离开。你干什么？我的宫铃！你干什么？把宫铃还给我！你真是要铁了心待在蛮荒的话，这宫铃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，只不过是一颗破铜烂铁而已。我的宫铃，我的宫铃！我就知道你并没有完全死心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就凭你，想杀我？你早猜到我会来？那是自然。你不想让杀阡陌打开穷极之门，也不想让骨头回来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掉我。虽然我也不想让圣君冒这个险，但为了救骨头，我可以牺牲我自己，也可以牺牲任何人。那你就非死不可！你以为这点机关术就能困得住我？有能耐，你跟我打！别白费力气了，就算圣君来了，也破不了我的阵法。你看在你忠心护主的份上，我今天就放你一马。但如果你再肆意冒犯，绝对不会对你客气。你最好现在杀了我，否则圣君有半点闪失，我绝对不放过你！谁也阻止不了我救骨头。3天之后，穷极之门打开，阵法自然破除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叶小军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师兄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亦无大碍了。真是世事难预料，我真没想到一宿阁居然跟七杀派的人勾结在了一起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他们联起手来救花千骨的同时，蛮荒众人也会伺机而动。师兄，你派人监视七杀殿的一举一动，如果有任何异动的话，随时知会我。这妖神出事，造成人事浩劫，不能再让蛮荒众人出来了。好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是不会离开蛮荒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花千骨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好言相劝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别不知道珍惜。你今天要胆敢说出一个不字，我让你死无全尸。随便吧。
你也知道，这些弟子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就死无全尸了。我以为你被逐到蛮荒会有所醒悟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是这么固执。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主人，你利用了留下的感情，还害了他的性命。你做了那么多龌龊的事情，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。我不会离开蛮荒的，你也永远别想离开蛮荒一步。我不是利用他的感情，我跟他根本就没有感情。我不像你。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长留的功名。哎呦，他是长留的，长留的。在你们面前的这位，就是天下第一大派长留的弟子，而且是长留上仙白子画的首徒。白子画那个王八蛋！要是没有那个王八蛋，老子今天能成这样吗？长留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对，没一个好东西，没一个好东西，没一个好东西，没好东西，没好东西，没好东西。这可是你最后一次结婚了。好，我就成全你。大家都听好了，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被扔到蛮荒吗？都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绝情池水所伤。这绝情池水就是专门伤不该动的心，专门毁不该动的情。他既然是白子画的首徒，那……你住口！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请你不要辱及师父和师门。看看，什么叫此地无银300两啊？原来你真的是因为爱上了白子画，才被放逐至此啊！就他这样，还爱上他师傅，我看着都恶心。长留这样对你算客气的，我要是你师傅啊，一定亲手宰了你！宰了！怎么样？打算改变主意了吗？很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有仇的报仇，没仇的泄愤吧。不过，他的人你们可以随便作践，但他的命一定要给我留着。是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根本就是刀山火海，你确定这是唯一的办法？此火山里有通往蛮荒的密道，被流放到蛮荒的犯人要先经过这里的烈火炙热之苦，但这里只能进不能出，还需要你打开穷极之门来迎接我。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连一点抵御的法力都没有。等会儿我会在你的身上设下结界，希望可以护住你的五脏六腑还有心脉。只是，你真的可以扛得住？只要能救骨头，刀山我也上，火海我也跳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？这蛮荒是何等的危险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稍有不慎，便永远也出不来。回不来也好，只要骨头愿意。我愿意在蛮荒陪他一生一世。你休想！你必须把他给我带出来。你放心，
我就算拼了命，我也要把他带出来。还有你，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。万一我出不来，还请你帮我照顾好骨头。他受了太多的苦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白子画再伤他半分。我这就来了，等着我，我一定带你出蛮荒。这丫头倒是很倔强，这个主染说不能伤她性命，但是没说不能缺胳膊少腿儿啊！没说，是。今天我就砍她一条胳膊，给大家剁了吃。好。骨头，东方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骨头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你的脸，还有你的声音，谁把你绑成这个样子啊？啊？谁？东方，你快走，别管我了。我是专程来接你的，除非我今天丢了性命，否则我绝对不会丢下你的。臭小子，有两下子，别在这多管闲事。想在蛮荒英雄救美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兄弟们，今天的晚饭有了，就吃它！吃它！吃它！尊上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大碍，不过是降魂钉的伤势没有痊愈罢了。尊上，您还是回绝情殿休息吧，我去通知师傅医生。没事，不要惊动他们。好。洪荒之力，他就是神尊！神尊！神尊！原来洪荒之力真的在我身上，洪荒之力真的在我身上。骨头，骨头，你要去哪儿？骨头！好，此事就这么决定了。师兄，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？
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尊上，尊上，我一听世尊提到您还有再收徒弟之意，便连夜带着小女赶了过来。小女幽弱，虽然年纪甚小，但资质还算不错。啊，如果尊上不嫌弃的话，还望收小女为徒。我不是说过不收徒弟的吗？师尊，迎掌门大老远跑一趟，你刚见一面就拒绝，我会处理的。这岂不是伤了两派的和气？要不这样，我们先见一面，如果你觉得实在不行，我们再拒绝也不迟啊。哎呀，师兄，走吧。请。还不快向三尊行礼！拜见尊上，拜见世尊，拜见如尊。尊上，我叫幽若。幽若，好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。子画，你意下如何？我说过，我不会再收任何徒弟。骨头，骨头，骨头！东方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，所以去了一宿阁，学了这独门秘术。你最信赖的东方玉清，其实就是一宿阁阁主，也就是一宿君。原来他一直都在骗你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这道头神器的事情，可能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吧。骨头，你怎么了？是我呀。对不起，我这么久才来。你脸上的疤是去清池水弄的吗？是谁弄的？你知道我的身份了？不然呢？你还想瞒我多久啊？一宿君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重要吗？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到，只是我太信任你。就算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我也会为自己、为你去找理由。我宁愿等你亲口告诉我，东方，你我萍水相逢，你对我那么好，帮我那么多，我无以为报。我有给予你我所有的信任和一颗真心，可是我没想到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骨头，你听我说。好，我听你说。你告诉我，你不是有意要认识我或者接近我？你帮我收集十方神器，不是为了洪荒之力。你告诉我，你不是刻意要隐瞒你的身份，而是有难言之隐。你从来都不知道我是师父的生死劫。你告诉我，你帮我通过长辽的考核，不是利用我去害他。你说呀，你说呀！你说的对，我的确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我一直在骗你。我处心积虑20年，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报母仙的杀父之仇。谭凡、东华、吴垢，全都死了。白子画中毒，夏子勋夺仙，
我的目的一步步达到了。我原以为我会很满足，很开心，可是我错了。我为了报仇，一步步把你推向这种境地。此生我机关算尽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伤害了最信任我的人。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你可以恨我。我这次来不是奢望你原谅我，我只想把你接回去。我不想再眼睁睁看着你在这儿受苦。求求你，跟我走吧。走？去哪儿啊？就是因为我身负洪荒之力，才被师父逐到蛮荒来。天下之大，哪有我的容身之所？我最信任的人，利用我去伤害我最深爱的人，是可怜还是可悲呀？我知道，是我自己太蠢。今天这一切，完全是我咎由自取。我不怨任何人，我要做出我自己的选择。你走吧，我不会离开蛮荒的。骨头，最近蛮荒还真是热闹啊，连一宿阁的阁主都大驾光临了。蛮荒卧虎藏龙不少啊。外界传言长留大弟子竹染已死，想不到竟被逐到蛮荒来了。果然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一宿君呢。我知道刚才花千骨被绑受欺辱，肯定跟你脱不了关系。不过我又看到他的伤口受到周道的包扎，想必你也不想让他死。功过相抵，我这次不跟你计较。但如果让我知道你还想利用他伤害他，我有1000万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蛮荒本来就是如此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但是人活着，身临绝境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如死灰。花千骨在外界受了多少伤害，遭遇了多少打击，你比我清楚。我这么做只不过是想激起他活下去的欲望。哼，你不用再狡辩了，你只不过想利用他体内的洪荒之力逃出蛮荒罢了。可是你不了解他的性格，在他的世界里，除了他的师父，没有人能让他屈服。看来我不在的这些年，外面发生了不少事儿啊。这说起来，我们既然共同憎恨的都是白子画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联手呢？你只身能够闯入蛮荒救花千骨，我知道你就一定知道怎么出去。只要把我一起带出蛮荒，无论什么事儿，我都帮你。好啊，你就这么痛快地答应了？有何不可？对于我一宿阁来说，世间一切都是笔交易。你不过是想逃出蛮荒罢了，只要你照我说的做就行。那花千骨，我自然有办法让他跟我们离开。可我看来，他好像还在生你的气吧？他没有在生气，他已经没有余力去生气了，只是对我太失望罢了。哎，师兄，营掌门走了？走了。那他有没有不高兴啊？哎呀，不高兴不也是正常的吗？人家大老远带着女儿来拜师，话没有多说2句就不见了人影。要不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子画的脾气性格素来清冷，还以为我们是存心怠慢。哎，师兄，
你容我多说2句啊。这个凡事啊，勉强就不好，更何况是拜师这种事儿呢？它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啊，徒弟得有心学，师傅也得有心教才行啊，这才是一种融洽的师徒关系啊。师弟，你就不要再替子画说话了。作为长留的掌门，这个徒弟是一定要收的，这是他的责任之一。师傅，师傅，弟子有事汇报。是师弟的事儿吗？是否他的身体又有不适？禀告师傅，尊上已无大碍，只是他吩咐我择日准备拜师仪式。什么？拜师仪式？师爷，你可听清楚了啊！哎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啊！回禀如尊，千真万确，幽若现在就住在绝情殿里。嘿，这可真奇怪了。之前他还坚持说不收徒弟，怎么突然又同意了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怎么想的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他现在愿意收徒。师爷，千万不要耽误，赶紧去准备准备。是。蛮荒虽然荒凉恐怖，但只要有你在，我觉得这就是世上最好的地方。骨头，如果你不愿意走，我愿意留下来陪你。能跟你在这双双终老，未免不是一件好事。为什么到现在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？骨头，我来不是为其他，是为了想弥补你。弥补我曾经犯下的错误。我曾经以为报仇就是我的一切，但当我见到你，看着你那么简单，那么纯真，我才明白，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。骨头，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东方玉清，没有一宿阁主。我不祈求你原谅我，我只希望你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啊！我不想听你说了。你我以后只当是陌生人吧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不在乎，可是小月呢？你也不在乎她吗？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身负洪荒之力，也一定会猜到是小月之前把洪荒之力传给你的，所以如今她只是个普通的凡人。可各派已经定下日期，但5星耀月之时就要处死南弦月，可以救她的只有你了。东方玉清，你骗了我那么多年，现在还想骗我？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骨头，的确我犯下的错不能弥补，但至少眼下我们不能再犯任何错了。骨头，我对天发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立遭天大雷劈。不会的，师父不会的，他答应过我，他不会杀小月的。况且。小月现在没有洪荒之力，现在根本要流杀他呀！骨头，你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。就算大家现在不知道小月把洪荒之力给了你，可就算他们知道了，也一定会杀了他的。他是拥有洪荒之力的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是最畏惧的人。只要七杀殿运用得当，完全可以做到万众归心。所以他的存在，长留七杀就不可能安宁。长留向来都排除异己。怎么会留下这个祸端呢？
姐姐对小月最好了，小月也会对姐姐好的。小月最喜欢姐姐了。如果东方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小月不是要替我去送死了？可是师父明明说过要保护小月的。可如果长留要执意杀他的话，东方，带我离开蛮荒。你不用着急，我既然专程来接你，就一定想办法带你出去。3日之后有烟云遮日的异象，到时候我设下阵法，跟杀阡陌里应外合，一定能打开蛮荒的结界。杀姐姐，他知道你被捉到蛮荒之后，气得发狂，要不是对你有所承诺，估计他早就血洗长留了。东方，唐宝还有清水他们都还好吗？他们都很好，都很担心你。东方，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。你说。我体内为什么会有洪荒之力的封印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当时不在虚洞，应该是杀阡陌发现了小月，把洪荒之力灌输给你，不想让各界和你师父发现，才在你身上加了封印，为了保护你吧。骨头，等我们出去救了小月，带着汤宝，我们一起找个地方避世而居吧。东方，我答应你离开蛮荒，仅仅只是为了小月。从今往后，你对我而言，只是一宿阁阁主。我们之间，除了交易，什么都不是。一切按你说的都安排好了，只等烟云蔽日之时到来。绝对不能让小谷知道。通知珊瑚法，赶快来穷极之门，一定要快！参见圣君。参见圣君。都准备好了吗？禀告圣君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。圣君，时辰差不多了。蛮荒不是不能用术吗？蛮荒虽然不能用术，但可以用阵。这种阵法不像一般行军打仗的阵法，而是融合了奇门遁甲和五行八卦。我就用这种阵法跟杀阡陌里应外合，打开蛮荒的穷极之门。
派去监视的弟子来报，杀阡陌正率七杀剑众人赶往归来谷，似乎是有所动作。烟云蔽日之际，归来谷，穷极之门，他们这是要放蛮荒众人出来，我们必须立即赶去阻止。圣君，已经打开了，骨头，我们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骨头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骨头，朱冉，你不是说让大家合力打开穷极之门一起出去吗？原来你是在骗我们，让我们做牺牲品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你所见，一宿阁没有什么不需要代价的。此阵法是禁忌，需搭上所有人的命才能打开出去的秘境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原本就是这样。骨头，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。可是为了你，我肯牺牲所有的一切。东方，停下来！妇人之仁，他们这些本来就是穷凶极恶之人，根本死不足惜。他们的命也是命，我求求你们，快停下来救救他们！想逃出蛮荒，就别无他法。花千骨，难道你想一辈子待在这儿？我已经害了那么多条性命，难道你们还想让我在这儿搭上这么多条性命吗？出不了，那就别出，一辈子留在这里好了。算了，秘术未完成，秘境马上也要塌了，我们只有一半的几率逃出去。如果你们愿意冒险的话，就把这些药吃了，跟我们一起闯出去。但吃了这些药，就要受我们一宿阁的控制。出去之后改过自新，不能胡作非为。这样你还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怎么回事？小不点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出来？难道是义手军又出了什么状况？圣君，长留各派联合突袭，已经攻到这儿了。拦住他们，绝对不要让他们靠近。是。杀阡陌，穷极之门打开，让蛮荒众恶人重返六界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！你立马停手，走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这些恶人都是重犯，若真让他们离开了蛮荒，扰乱了世事，这可不是你担待得起的。只要能接小不点出蛮荒，
就算把全天下的过错都扣在我杀阡陌的头上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师弟，不要让这帮人逃出蛮荒！好你个白子画，是你自找的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来了，黄一天，西沙，我替你保住了，报仇。保护七杀，杀光他们！十一，大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众弟子调离长留山，就知道一定出什么事情了。原来你们是来阻止骨头的，难怪你们瞒着我。哎，大宝，你别冲动，危险！不要拦我！我们就朝那里走。走。花千骨，你休想出蛮荒！作画，赶快封印穷奇之门！师兄，子画，我们等了这么久，现在正是剿灭西沙殿的最好时候。杀阡陌已受重伤，穷极之门已封闭了，我们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不要再平添死伤了。撤！圣君，圣君，小不点。圣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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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浩散功力已经在别处另外打开了一条通道。小不点，
姐姐终于把你给救出来了。守军，守军！守军。